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别的不敢说，黄鱼面你已经得到海阔在爸的珍藏了。哎，回头咱俩合作，去夜市摆个摊，赚钱咱俩对半比。修池负责做饭，你来干嘛？思怡，来，吃着吃。干嘛你嫌弃我呀？谢谢。你还好吧？我来送。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，是不是吓着了？好的。你说，让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？估计啊，人是真扛不住。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，绝不会像他这样。说什么呢？呸呸呸！乌鸦子！呸呸呸呸呸呸！我爷爷说，男人不一定要有钱，但必须得有担当，天塌下来也得扛着。哎，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。陈瑞可没住咱们院儿。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上次这雪糕钱还没还我呢，还爷们儿。你下回去网吧别用我的卡啊。没问题啊，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，一次10块钱。哎，那正好，那以后我这面50块钱，爱吃不吃。你怎么不说500呢？每天卖800碗，1个月财富自由，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。哎，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？来，小凤花，要饶人呢！啊！干嘛呀？我没事吧？劲儿那么大呢，放手！我跟你急了啊！小凤花，哎，看见没有，我们院的女人厉害不？来，我没事。快点！别唱了，我求你们，唱歌还招魂呢。亲爱的，大金丝丝一滚滚的。会让你沉醉。天哪！来天哪！子毅，好好吃饭啊！放学我们来接你。你咋不让我多吃点？这一天天的。啊！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回来！这头发一天天乱。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走。三俩子，你又犯贱了是吧？怎么了？思怡是瓷器啊，卫生好成碎了。司仪也是你能叫的吗？你算老几啊？我算老大，你爹老二。行了，高3了，消停会儿，老跟傻子计较什么呀？子毅，上课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黄子，走。哎，小瑞，走走。好好照顾思怡啊，让他好好吃饭。谁要欺负他，你告诉他。好，放心吧，走吧。走吧。赶紧走了，迟到了。学校有规定，不许戴假发，摘下来。好。现在就摘啊。你有病啊！再说一遍。悠着点，别给人家打坏了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行，你给我等着，大房子。我等什么？我等你下葬，请我吃席是吗？等你结婚，我给你摆喜酒。臭不要脸的你！老师，你看他！老师，你看他！去年我们其中有10个同学考上了大学，其中有2名考入了重点大学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榜样就在你们前面呢，同学们。人生的路怎么选，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。隔壁一中的学生们跟你们同龄，
他们为什么能考上清华、北大啊，985、211，我们就不行吗？不行。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？有的同学总爱和隔壁讲。同学们，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隔壁。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，能够考上大学，那就是创造奇迹；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，考不上才是奇迹呢。所以，同学们，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，希望你们拼搏一年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在大学里会师。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志者事竟成。从现在开始，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，以10倍的信心，100倍的努力。就这战斗力还敢叫板？好男不跟你斗。听见没有？那么 AN 大于等于 AN 加1，数列怎么样？递减。那么 AN 大于等于 AN 减1，这说明什么？对，这是单调递增。现在你们是高3了，别整天没精打采的，尤其是你，谢望和。来，我们继续上课啊！好身手啊！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哈！承让。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，你们可怎么办啊？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，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？好，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。大家要知道，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前，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，他不想上和考不上，那根本是两码事啊。老师说的好啊！好。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，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，没有学历，没有背景，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。那是在过去，在现在，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徐老师，算了，我不说了。啊，没关系。你说你的，你要是说错了，老师不怪你；说得好，老师不给你留作业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说话算话。算话。我觉得啊，你给我下来觉得。我觉得啊，您说的对，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，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。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？但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？同学们，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，这叫偷换概念啊！不，徐老师，我想表达的是，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、我们的创意、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。通过观察、分析，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，然后利用这个规律，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。好。那你说说，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？打个比方，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，又能挣更多的钱呢？你想过？确实想过，但是一定不是1对1补课什么的，这种效率太低，效果也不好，挣不着钱，还容易落个埋怨。徐老师，
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刷题赢。什么赢？刷题赢。嘿嘿，徐老师，麻烦您移驾。刷题赢。刷题不懂吗？一块儿刷题。其实，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，就是玩命的刷题。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，遇到不会的，两眼一抹黑，你还是不会。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刷到哪儿讲到哪儿，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。当然啊，辅导课这不能收费，违反校规。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、营养费、试卷印刷费等等。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，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。我就问问大家，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，一个周末2天，徐老师讲解，管饭还不点名，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，大家愿不愿意？50也太贵了吧！嫌贵48， 48也贵呀44，那数字多不吉利啊！44我去，哎，我也去。老实的点儿，必须给。我也去。徐老师，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。哎呀，行，那也没多少钱。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。徐老师，您别着急啊，我给您算个账，一年有52个周末，52乘以44乘以40，得多少钱91520。91520，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。您要是觉得不够，我们还可以扩招。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，扩2%，那得是多少钱？您先算着，我回去喝口水。哎，同学们，咱别瞎起哄，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。设谢老师，桐淮高3毕业生的基数是5850，理科生是80%。徐老师，您就别算了，如果照这么发展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您就是亿万富翁了。亿万富翁！徐老师，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，等到时候您辞职了，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冲出红淮，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。到规模再大的时候，给您批块地，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打广告、融资、上市，只要政策不变，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。那徐老师，您就是红淮首富了呀！徐老师，徐老师，哎，徐老师，苟富贵勿相忘啊！徐老师，不是你跟他们说那么多，他们听懂啊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不对知音，枉费舌尖。一会儿撞死你！又想干嘛呀？帮我转告一下凤凰，他欠我钱。欠你什么钱啊？空军1号刚从上海买回来，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？多少钱啊？别问，问了你们也赔不起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。一双鞋小意思，要我想，每天都能换新的。我嘚瑟能死吗？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，不像某些人，钱都在脑子里，兜里一干二净的，整天就知道吹牛。三郎子，一天天嘴这么贱，是不是想挨揍便宜要费啊？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？告诉大华子，我天天穿新鞋，有本事天天来捅老子啊！一个字儿，贱！我要是往和尚脑子就好了，赚大钱，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去。嗨，演唱会又不贵。对啊，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？我得买第一排的。
等春春唱到一半，我就冲上去，一把把她抱住，8个把人拉我都不撒手。春春得烦死你不可，烦就烦，她能记住我就行。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个字儿，姐。完了，快点！来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。嗨，台下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让我看到你们舞动的双手，大声喊出我的名字！什么？我建议不建？不建，我不同意。这回说好的是借，就半年。我们想开个网吧，赚了钱就还咱。上回开妹晚欠的钱还没还呢，还有上回都没还。上回不都还了吗？还你妈！你说什么呢？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，能回得来吗？你说你妈这2年来了多少回啊？那怎么了？我妈还不能来了？不是说不能来，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，连吃带拿的，好不容易攒点钱都贴给你妹了，我欠她的呀。行了，我欠他们的，行了吧？那我妹替我照看我妈，替我尽孝道，是点拿点有什么呀？不应该呀。那你都决定了，跟我商量啥？存着在抽屉里，我自己干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黑灯瞎火！你管我！你先说清楚，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？我不借，我凭什么要借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，我说什么了？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。但现在运河什么情况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郝川，原来一天挣多少钱，现在挣多少钱？你不算账，我都算着呢。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高考志愿想好了没有？报哪儿？清华北大，最次也得是人大吧？好好说，哪儿？那您希望让我怎么说嘛？就我这成绩，我能考上大学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我儿子又不笨，还有1年时间呢，咱们努一努，再不济，上个大专也行啊。你别真跟你爸一样跑一辈子船啊！说什么呢？看不起跑船的啊！你竟敢看不起跑船的！哎呀，你这又是跟谁喝的呀？孙总，现在人家是大老板了，在外面有3个大工地，还有自己的这个水厂，哟，厉害！哪个孙总啊？我那同学3梁子他爸，破包工头。哎，孙总，孙瘸子，他说什么时候给咱们结账？啊？哎，他说了，现在他手上的项目太多，一等腾出手来，这第一个就给咱结啊！给他拉了10几床水泥，1分钱也不给，这不欺负人吗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少管。那我能不能说，那个孙瘸子他就是赖账，上个月刚买辆大奔，你知不知道？对，人家买的是二手的车，二手的，人家又没说不给咱们结，你都别给我烦啊！等会儿啊，凉了，给您热热。啊，你让他写个保证书，说好什么时候还，过了那个点儿得交滞纳金。疯了吧你？咱家的生意都是人家给的，把人家给得罪了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。你太疯了吧！你给人家干活不要钱，那你图什么呀？你才疯了呢！想老杨这事儿啊，少管了。我能不管吗？我跟你说，以前咱们跑快赚钱真是晚节晚节，咱都可以，我都受得住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不行了，让你俩喝西北风啊！哪儿去啊？
你家因为啥吵？钱呗，还能因为啥？以后我要是嫁人，对方有没有钱无所谓，一定不能太愚孝。为什么？辛辛苦苦赚点钱，全补贴他妈了，家里花什么？找个有钱的呗，两头都不耽误。干嘛？你以后要是发了财，我要发财了，我就把我爸的厂给买了，逼他退休，然后在城里给他们买个大房子，带花园那种，让他们每天就在家里遛遛鸟、养养花、晒太阳，无忧无虑。那多无聊啊！他们会闷死你呀，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对父母的辛苦熟视无睹。哎，这运河啊是没戏了，跑船的赚不到钱，我看这花街呀，迟早也要完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以后啊，哪儿好发展，咱们就上哪儿去。只要肯努力，肯定饿不死。你最想去哪儿？没想好。你呢？北京，中关村。长大了就去。我打算长大，至少得高中毕业吧。反正我不可能在这儿原地等死。这《警世通言》上明文写道：杜十娘和李甲自北京崇文门上船。北京哪有长江？啊，这分明就是运河嘛！他们来到瓜州之后，遇到风雪，还没来得及转到长江呢。这百宝箱怎么可能是沉在那长江里头呢？是因为这冯梦龙图个方便，用一个“江”字取代了这运河。所以说，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，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。这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，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，大江，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，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。可现在倒好，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，盖个章子就给你退回来了，还退到你单位里头。我问问你，你方才也看了，他们为什么退我的稿？凭什么退我的稿？好了好了，你冲孩子喊什么呀？他又不是出版社的。老子咽不下这口气！你咽不下，你就把他当个屁放了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息怒，息怒！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，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。来，爸爸问你，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？我觉得是题材。题材啊？什么意思？就那个杜十娘，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，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，不好读也不好卖。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？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《鬼吹灯》，盗墓题材。以您的文化水平，闭着眼写的都比他好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这叫干嘛呢？你怎么还能打孩子呢？没事吧？他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，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，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？也行啊，变态杀手连环杀人案也好卖啊。走吧，成何体统啊！我是一个文人，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？我有我的风骨，情节你知道吗？
你消消气儿。他这一定要追我！那些文人骚客写字的时候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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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爷爷，你倒是真抓着一个呀，给我看看。我这爷爷歘歘不好是吗？让你好好练，练得跟书法家似的，歘歘歘歘歘歘歘，还会留白，留有余地是这意思吗？对，留。相夫教子，为家庭做贡献。我不求你理解，也不求你感激我。可现在，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。你失去什么了？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，可现在呢？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。这日子过着过着，我就把自己的名字都弄丢了。之梅，他们叫海阔妈，那是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嘛。你当然叫罗之梅了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之梅呀。再说了，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？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之梅这3个字。片尾只有广告，那哪有什么字幕啊？你别胡搅蛮缠！我告诉你，周艳玲，这次我走定了，你别想阻止我。我又不是说不让你走。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，不说什么也不是，横竖就是挨骂，我能怎么办？爸对你挺好的，好什么好？都在呢。你家又因为什么呀？我妈要去横店，我爸不乐意。为什么？可能是不放心，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。你妈当明星，你爸想太多了吧？当初要是没有我，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。估计我妈挺怨我的。我妈也怨过我。为什么呀？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，结果生了个女儿，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。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的事儿了，怎么到今天还吵呢？前些年钱好赚，都不觉得日子难过，现在手头一紧，心里都压不住火了。所以呀，我们都得往前冲。现在家里赚不到钱，那就得靠我们了。有了钱，我爸要不到账，我妈不至于跟他急，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。黄子佳，真想要个儿子，那生一个就是了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钱。我同意。等老子一毕业，第一时间去兰州。兰州？你要学大便啊？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，也和运河命运相依。由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，还在努力地坚守着，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，求新求变，想要开拓更广阔的世界。算了，几言那你？差点给我摔下。拜拜，睡觉啊！拜拜，拜拜，睡觉。拜拜，老婆。拜拜。早点休息啊。嗯。我是一个好妈妈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。我知道，行，你站起来说，站起来说。行。我要是不把他送您这儿来，他早被老哥给糟蹋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年我刚生老二，还在月子里，突然间有一天，我发现他在偷看思雨洗澡。他就是个畜生，畜生！
思怡那年才10岁，所以我一狠心，赶紧把她给送您这儿来了。这几年，我老是做梦，梦见思怡爸爸就是站在那儿，看着我，也不跟我说话，光流泪。我知道他是在怨我，可是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，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，我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，是吧，妈？要不你就赶紧跟他离了吧，趁着年轻再找一个。不找了，我命硬，克人，克死了思怡爸爸，第2个也破产了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你认命了哈？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？眼瞅着老2又要上学了，学费还没着落呢。妈，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？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？你救救急嘛。那思怡呢？思怡怎么办？要不行，我就去南边，我去干传销，只要我豁出脸来，钱也赚了不少。香喷喷的油条，刚炸出锅的油条，豆浆、豆花、茶叶蛋，片儿啊，对，别喊了，省点劲儿，这都多半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哎，马奶奶，思怡妈走了。走啦。昨天晚上啊，我劝了一晚上，她说她要到南边去闯闯，我没劝住。南边现在吧，赚钱的机会多，好挣钱，工资也高。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，赚翻了。那回家直接就盖3层小洋楼。你说我琢磨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，要不然我也去南边，我给华子挣点嫁妆回来。你去干什么呀？我打工啊，那绝对比这儿挣得多，对吧？行了，那1个月能赚多少钱？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。啊？你说的真的假的？真能赚那么多钱？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，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，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，那么对于他们来说，要往亚洲大陆来，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对吗？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？传统商路受阻了，所以呢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要干嘛？开心，非常好。而且在物质上面，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，是什么呢？是的，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，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。来，给大家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，跟航海有关的。摩斯密码。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·摩尔斯发明的。当然了，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，现在已经废弃了。现在呢，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们要用的话，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，不然呢，老师就会听到你们在聊的是什么，好吗？老师不想偷听啊。来，我们继续往下说。怎么了？上课吃零食被老师抓了？
谈你还差多少？啊？我问你还差多少钱？钱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、特伟大、特别有母爱啊？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，自生自灭？我才10岁啊！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17了，还天天失眠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我不会领你这个情的。还有那个弟弟，你说没钱上学，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，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？还传销，你看自己还钱不够，还要跟亲戚朋友吗？学费是没几个钱，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，我得赶紧还上，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，天天跟他去要钱。你说个数，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。子毅，这干什么呢？一个游戏外挂，自动挖金币。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？不多吧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如果被官方发现，最多就是封号。没必要。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，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，你知不知道？司仪急着用钱，总得想点办法吧？你们说，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平时又不来往。思义心里难受啊，逼急了，他真敢卖血去。就他这体格，他得死在输血车里。我去找我爸借点钱。哎，你是亲儿子吗？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平时蹭蹭吃喝就行了，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。哎呀，现在花间也没人了，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了。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，现在上游开一钢厂，鱼虾也没有。哎，西闸那边有一废船，咱们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那船没人要，都停了个把月了。那柴油流到河里，鱼都翻白肚了，田都废了。咱们去把那柴油收拾收拾，这也算是为环保事业做贡献了。对呀。你们要去干嘛？你管的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哪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废话呢？去干嘛？西闸有一废船，漏油，我们捡破烂去。不准去，否则我告你妈。锤子在这儿。大华子，你以为我敢动你啊？哎呦，不敢！别唠了，司仪记等着钱用呢。放手。行吧，那我也要去。你去干嘛呀？我去给你们望风。
今天不带我，谁也别想出这门。把那盆拿上。走，拧死我得了你！哎，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？什么怎么运啊？先去花街借个推车。想的还挺周到，他绝对是一惯犯。莫名又奇妙，爱与成全就和解不了。我欲言又止，就让心跳默默吵。可惜你不知道，背向你时我也湿了眼角，依然是全力伪装最后的礼貌。庆幸是你给过温暖拥抱，遗憾是得不到，偏又想要。怎么比较开端和结局，哪个潦草一样忘不掉？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散在人潮，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都想再灼烧。还好我们没有运气到老，不用太煎熬。怎么我的好一放手就会被你忘掉？真的我有多可笑，连不舍都想再乞讨。最后的成全是说再见不打扰。怎么你的好一放手就消散在人潮，舍得让我伤心到连眼泪都想再灼烧。还好我们没有运气到老，不用太煎熬。怎么我的好一放手就会被你忘掉？显得我有多可笑，连不舍都想再乞讨。最后的成全是